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那可不一般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本来来看萤火虫，但是呢，我们在热成像里面看到还是有很多的羚牛在这里，晚上不能下车。现在还是有很多羚牛在这儿，看到在动吗？你看还有成群的，还有好多哟。这又碰到了羚牛，羚牛带着一只小羚牛，这里，他们上山了，一只羚牛妈妈带着一只小羚牛。下雨了，昨天晚上开始下雨。昨天晚上在楼下有只羚牛，拉了一坨屎就走了。一会儿雨停了，应该就会有很多动物来了。观兽小屋周围，中华斑羚看到我们，完全当我们不存在，是不是感觉还挺和谐的？中华斑羚属于偶蹄目的一种高山动物，日常就在孤峰悬崖上走来走去，善于跳跃和攀登。它能在悬崖绝壁和深山幽谷之间从容奔走，也能安然无恙跳下10米高的深涧。它回望我这眼神，还挺有主人范儿的。行吧，打扰了，就此别过。唐家河必须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天花板级别的存在，这里真的是随随便便就能偶遇野生动物。这里没有喧嚣的旅游团，没有投喂，没有追赶。在这里时间久了，他们早就明白，他们才是主人，而我们这些两脚兽只是安静的过客。这里的水是真的清，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。我想见一只大熊猫。水里面有保护的鱼种奇口裂腹鱼，在这个地方，而且还有水獭。但是今天下雨，我没有看到水獭。他们经常能在这儿看到水獭捕鱼。这个小花好漂亮，淡淡的紫色。一个转身，2只小麂又闯进了我们的视线。这也是中国特有的陆科动物，和其他胆小的动物不同，小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人类的存在。关于小麂的雌雄，其实非常容易分辨，只要有短角和獠牙的，就是汉子；雌性没有角和獠牙。这是羚牛，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。它们头上的角会在生长过程中扭向后方，所以又叫牛角羚。一个冷知识，羚牛其实不是牛，是什么？是羊。它属于牛科的羊亚科，是一种亚高山动物。这些大家伙特别喜欢吃各种植物的叶片、嫩枝，就连大熊猫喜欢的竹叶，它们也喜欢，食量超大，还能用牙齿刮树皮吃。它们可以吃300多种食物，什么都吃，对盐分的需求很大，经常能看见它们舔食岩体表面渗出的盐分。这个应该是一家之主，就是家里面老大嘛，其他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。哪儿还有只小的嘞？一般的情况下，四川的羚牛可以活到12到15年。羚牛既有独居的，
也有100只以上的大群，一般都会以比较稳定的族群为单位活动。平时看上去还非常和睦，但在发情季的打斗也异常凶猛。羚牛的肌肉都很发达，它们喜欢在乔木的基部磨蹭，还经常在大树上摩擦双脚。所以啊，碰到待宰的毒牛，有多远跑多远，千万别招惹。在这儿又碰到一对母子，应该是昨天晚上那对母子，应该就是昨天晚上那一对。Hello， 我对你没有恶意。这是为什么旁边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，这里为什么是只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宝宝呢？唐家河这个地方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察这些羚牛，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。这个小牛犊子应该是今年出生的。之前我们在卧龙自然保护区拍野生熊猫，一直都想拍一拍羚牛，但就是没看到。没想到唐家河的羚牛基本不怕人，成群结队沿路遛弯，甚至早晨在餐厅吃饭都能看见。天要黑了，还下着雨。拜拜。哇，有一只很小的猴子在马路上。唐家河的藏球猴一辈子都在玩一个绝活，川剧变脸。从小到老，他们会从白面书生变成红脸关公，最后变成黑脸张飞。藏球猴只有咱们中国有，块头大，尾巴短，很好认。年幼的时候，它们的脸是白色的。成年母猴发情的时候变成了鲜红色，到了老年就逐渐变成灰黑色。哎呦，一个不小心，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。臭不要脸！绵延的岷山山系中，唐家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堡垒。对于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这些国宝而言，这里就是它们基因得以扩散的心脏地带。其实，当我以地球脉动的方式打开唐家河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世界本来的样子。好了，我要离开唐家河去秦岭里面啦。